北行，我们隐婚的事是不是可以公开了？3年前我就说过，你敢公开，婚姻立刻解除，还要我再提醒你吗？可昨晚我以为我们不一样了。别白日做梦，跟你结婚是我一生的耻辱。是我真低估了你的无耻。北行，我听说你和许诺已经结婚了。没有，那是许诺居心叵测，在公司恶意造谣。北行，你不会骗我吧？我胸口现在很疼，感觉快死了。我马上过来。走，给我滚去跟柳月道歉。跪下。为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许诺，关于你和北京隐婚，真的是你造谣吗？是我一厢情愿喜欢副总，我们没结婚。刘小姐，您别生气。北京，他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就算我要结婚，要娶的人也只会是你。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件事。昨天在公司群关于我和副总的绯闻，是我捏造的。在此，我向大家道歉，也向副总道歉。许机长平时看着文文静静，没想到这么不要脸。我昨天就说了，许机长哪配得上副总，早猜到是造谣。许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根本就不是会造谣的人。将来，谢谢你信我，只是这件事到此为止吧。许诺，你被开除了。副总，等我离职，这件事就算平息了吧。哼，所以我猜的没错，群里的消息是你发的。不是我，只是对方是匿名发的，我暂时也查不到。你当众承认了，在我面前还要狡辩，你当我好欺负？北星，这么多年，在你面前，我哪天不是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？我没逼你当我老婆。正好，你现在把字签了，2个人都解脱。什么？别给我装委屈！离婚协议我已经竟然敢动我女儿！许诺，许诺！爸，给夫家的投资我已经撤回。爸，投资不能撤。这个不用商量，等你好了，立刻去办离婚。亲家，这婚不能离。现在后悔晚了，还不快给许诺道歉？快呀！我没后悔。如果许家撤资，可以换来和许诺离婚，这个条件我可以答应。你这个逆子，这不是钱的事。妈，答应妈，别和北行离婚，他心里有你的，只是他还不明白。妈，我们不离婚，您别激动。妈，妈。
妈！许诺，跟爸爸回家，该放什么？将来怎么了？我已经查到群里爆料的人了，他说是柳月让他做的。柳月，爸，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许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新来的副机长柳月。你有心脏病，怎么可能在航空公司入职？当然是北行给我的优待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他都不愿意跟你公开婚姻，你哪懂男人爱一个女人会为她做些什么？他既然认定了你，你为什么还要诬陷我，害死婆婆？你可别瞎说，我诬陷你什么了？因为你收买别人在公司群里爆料的证据。救命！北行，救命！北行，他突然跑来打我。你非要将我身边的人害死才开心？放任我们隐婚的人是他，我有证据。哼，想把害死我妈的罪名推给别人，在你心里早就认定有罪的是我。是，只有你才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。妈，对不起，答应你不离婚，我做不到了。爸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会召集媒体，向所有人公布你和傅北行的婚姻。许诺，许诺。南慈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看见是我很失望？我晕倒的时候，看见救我的人不是你。不是我还能有谁？当时你孤零零一个人倒在路边，已经昏厥了。看来是我产生幻觉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吐了那么多血？可能最近工作太累了。我在国外待了3年，现在决定回国继承家业。你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说。我挺好的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听说你和傅北行一直都是隐婚，我离开的这3年，他是不是对你不好？没有，他对我很好，隐婚是我要求的，我不喜欢招摇。许诺，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有空请你吃饭，今天我还有事，得先走。你身体不好，你去哪儿我送你，不许拒绝，否则我不让你离开。我回许家。好，我也很久没有见许伯父了，正好登门拜访一下。哼，动作倒是挺快，就和旧情人勾搭上。南慈，我们走。傅北行，3年不见，你说话恶毒了很多。3年不见，你倒是变斯文了。所谓近墨者黑，我劝你离这个女人远一点，不然也会被她的恶毒影响。傅北行，你一定要这样一点脸面也不给我吗？婚还没离，就跟别的男人出双入对，你好意思说脸面？走，给我滚回家去！走，给我滚回家去！他生病了，不能跟你走。陆先生，这事儿轮不到你来管，要管，等他离婚了，
才轮到你。傅北行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带许诺走。这就哭了，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你们两个好好看着他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给他开门。北行，你把许诺藏哪里去了？我和我妻子的事与你无关。你不会真想和你杀父仇人的女儿继续保持夫妻关系吧？杀父仇人，你什么意思？3年前，南木航空濒临破产，你父亲被逼跳楼，我不信你没怀疑过许兆生。几句话就想挑拨我？你当我傅北星是什么人？我当然有证据。听完这个你就信？南木航空资金链短缺的事是你做的？是我，老傅，对不起。你想什么？和许诺离婚，我就将完整版的录音给你。一段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录音就让我离婚？你当我不好骗？头怎么会这么痛？北行，也不知道你到底哪里好，让陆南慈这么念念不忘。你对他做什么了？就这么担心我伤害他？倒是难得见你对谁动过真心。原来在你眼里，一直没看见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去洗澡。你又要做什么？是许诺选了你，他说他喜欢你。如果我选女婿，2个我都不会要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滚去客房，我今天不想碰你。爸，我回家给您当助理，等我能够管理公司，您就可以安心退休了。这才像样。走，爸今天亲自下厨。在想什么？在想工作的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正巧路过，听说你回家准备继承家业了，恭喜你。只是帮爸爸处理一点简单的事儿。离开3年，很多事都变了，从头开始学。看你气色好了很多，换个环境挺好。以前觉得被爸爸管束透不过气，现在才觉得待在爸爸身边很幸福。如果当年你嫁给了我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毕竟没有如果，而且我们更适合做朋友。许诺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再考虑婚姻和感情。我可以等，等你做好准备。陆南慈，我劝你最好还是别等。爸，伯父，3年前我就叫你断了念想，以后你更别想娶我女儿，你更别想娶我女儿。伯父，为什么？你能让许诺嫁给傅北行，我哪里比不上那个混蛋？就凭我是许兆生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爸，我其实一直没明白，为什么您对南慈意见这么大？爸这辈子见了太多的人，他是个十足的伪君子。
他一直对我挺好的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总之，离他远点。过来，不是跟你离婚的。那你想干什么？关于孩子，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你都已经说过，他不是你的孩子。现在我可以确定，他是。不管是不是，都改变不了什么。离婚的时候再通知我。你也不希望孩子一出生就不知道父亲是谁吧？你别告诉我，我们还要继续这段婚姻。为了孩子，我没意见。可我有，我不希望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你这种人。帮我订最贵的玫瑰，每天送到许氏集团给许诺。上面就写：老婆，我错了。我倒要看你会不会上钩。许诺，我听公司的人说，傅北行最近这几天每天都在给你送花。我收到就让前台扔了。对这事儿你怎么看？你在对南木航空进行打压，他担心破产，认怂了吧？他这种人，哪怕骨头碎了，嘴也是硬的。所有的认怂都是假象。那他这样每天送花认错，是别有所图？我不知道，他心思太深了。家里怎么乱七八糟的，一股味道？保姆呢？没保姆，以前都是许诺收拾。我说你，这么好的女人，闹什么离婚啊？少废话，调查的怎么样？查不到。我早猜到了。你有病吧？那你还让我查？我已经做好了另外的准备，同样可以扳倒许兆生。你还是咽不下许家这口气？他们许家有让傅家破产，逼我爸自杀的嫌疑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只是许兆生10年前就是海诊所的，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？而且这些事情里透着矛盾。什么矛盾？如果许家要对付傅家，他事后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？许诺想嫁给我，怕我不答应，就先把傅家弄破产，强迫联姻，让我无法拒绝。等等，不对，我听我妈说，是你妈去提起的责任，当时许兆生死活都不同意啊。我妈去提的？这不可能！明明是许诺强迫我家联姻。你要是不信，我让我妈来给你说。就算是我妈提的，她也是被迫。傅少，我个人认为，在许诺这件事上，你做过了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其实是喜欢他的。我累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听说你每天都给许诺送玫瑰花，不如就正式认个错，让他回来吧。我送花是为了延迟离婚，到时许兆生一死，许家的财产就都是我的。你就死鸭子嘴硬吧，活得太累，就跟着你累。正好，滚回宋家继承家产去，别在我公司混吃混喝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等我回家，我就去许家提亲，反正都是联姻，我挑个我喜欢的。你敢？还说你不喜欢他？见一面吧。是不是已经接受我的道歉，跟我回家了？
我来只是告诉你，不要再送花给我。我已经开始新生活，不会再回傅家那个牢笼。孩子没了爸爸也没关系，我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他，所以没关系。可我有关系。除非他是个野种，否则他就必须留在傅家。我是不会把孩子给你的，哪怕让我死，你也别想。你爸还能活多久？只要我拖着一直不离婚，许是迟早落到我手上。到时候孩子的未来还得由我来决定。傅北星，你无耻！从今往后，只要你乖乖留在我身边，等把孩子生下来了，我可以考虑放你自由。爸，管家说你没回家，去哪了？我在闺蜜家，晚点就回去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有，我很好。那你早点回家，也让我担心。在闺蜜家，你撒谎，脸都不红。我今晚必须回许家，我爸见不到我，一定会找过来。找来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我怕过他吗？傅北星，你折磨我还不够吗？还要折腾我爸，你就不能让他过几天清静日子？我可以让你回家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只要我能做到，我可以同意。你已经很久没有尽妻子的义务了。我怀着孩子，你疯了！我劝你不要挣扎，伤了孩子，你可别怪我。我希望以后你随叫随到，不要让我去许家找你。傅北星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肯彻底放过我？你这副身体，还有我留念的价值，等我玩腻了再说。许诺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又回夫家了。柳小姐，你病得不轻吧？这是我家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又打我！你真当我好欺负的？我不只要打你，我见你一次打一次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叫他出来，他不会饶了你的。正好3年前傅家破产，你又哭又闹，找我婆婆要了一大笔分手费。这事儿我也想告诉傅北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在国外有17、18个男朋友。你别胡说八道！我国外的朋友已经帮我调查清楚了，你那些恶心的照片现在就在我家里。是要怎么样？傅北星不会相信你的。反正你要是再敢惹我，我就把这些照片全部公布出去。我有心脏病，你把我害死了，傅北星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他已经打算一辈子不放过我了。北星已经跟我求婚了，我劝你啊，趁早跟他离婚，别占着地方。明月来了，怎么不进去？正巧碰见许诺，跟他叙叙旧。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浪费时间。爸，怎么在这里等我？早点见到你，心里踏实。爸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3年来，你对我从来是报喜不报忧，爸就没管你，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爸，您在我眼里就是世上最完美的人。爸最近感觉自己真的老了，你要快点成长。难得今天会主动约我。约你过来是想为上次的事情
跟你道歉。什么事情啊？上次我爸在这里骂你，你忘了？嗨，哪还记得那种小事？长辈骂几句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很忙？我听说最近许氏集团拿了几个大项目，都是你主导的吧？对了，这次约你出来也是想问问有什么可以合作的，一起赚钱嘛。这才是许大小姐当年的风采。不过跟我合作，你爸爸会同意吗？他不过问，捅了篓子了就当积攒经验了。再说了，你会害我吗？那肯定不会。正好最近我有个大项目在找人合作。你们继续，我只是路过，当我不存在就好了。傅北行，你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我们在谈正事。我影响你们了？还是说你们在聊见不得人的事情？对不起，南慈，改天再约。没关系，我随时有空。怎么，撞破你们的丑事，恼羞成怒了？你可以冤枉我，但别把陆南慈卷进来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他当然跟我不一样，我不像他那样会演戏，骗得你团团转。爸这辈子见了太多的人，他是个十足的伪君子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他到底骗我什么了？你想知道？我的车就在附近，我们可以在车上慢慢聊。你做梦！我可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我说过，只要我有需要，你就要随时配合。别让我看见你跟陆南慈单独出现，否则就会是这个下场。傅北行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听你话，隐婚3年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不听话是什么下场。我还需要担心什么呢？最坏的，我已经全部经历了。哼，不，你还没有。我还需要担心什么呢？最坏的，我已经全部经历了。哼，不，你还没有。许诺，许诺，爸，您来了。在想什么？爸，最近项目上遇到个无赖，软硬不吃，您说该怎么处理？说说你自己想到的解决方案。他没什么弱点，没把柄可以抓，不然我真想把他送进监狱。我可以想想办法，你把他名字告诉我。算了吧，这事儿我想办法处理。对了，过2天是我50大寿，你把傅北行叫过来参加。爸，邀请他过来干什么？你们还没离婚，他就还是我许家的女婿。你先邀请，他要是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不会这么快就想我了吧？过2天我爸过寿，问你要不要来参加。他哪次生日我去过？当着一群所谓名流的面，让我丢脸。既然你不乐意，那正好，我也没打算邀请你。这女人胆子越来越大，不仅甩脸色，还敢挂我电话。
许兆生的犯罪证据还没找到？根本就不存在犯罪证据，你耍我！我看是你太怂，不敢对许兆生动手才对。激将法没用，以后该做的事作罢，不要再来惹我。是我，老傅，对不起，你老婆跟我有私情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我怀恨在心，我不得不先下手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录音跟你的身世，不正好，他彻底斩断情根，永远不会再犯。真会算计。记得早点去办离婚，否则你买通侍应生毒死许兆生的视频，我会交给警局。你拍了视频？不然怎么拿捏你？傅北京，你比我想象中蠢多了。放心，那样水性杨花的女人我不稀罕，离婚证我早想办了。副上，徐董事长那边都安顿好了。你要去哪儿？现在你必须躺在病床上休养。我要去看看我爸。别去了，你爸已经火化了。又是傅北行做的？是，当天就火化了，骨灰也被他收走。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拿到。他怕我不离婚，还留了最后一道把柄。许诺，伯父的事我会去想办法。你听话，先待在医院。我必须做点什么，不然我会彻底崩溃。你现在必须接受治疗，我已经安排医疗团队，肯定能治好你。不治疗的话，还能活多久？1年。够了，够我生下这个孩子。你难道还爱着傅北行？爱，我恨不得他死。那为什么你还要生下来？孩子是无辜的。他是傅北行的孩子，你想下半辈子还跟他纠缠在一起吗？你再考虑一下，我先扶你回病房休息。陆南慈趁着你刚入主许氏集团，根基不稳，就挖走了几个核心高管。他那样阴险小人，这样做不奇怪。但继续下去，许氏就成为空壳了。能被挖走的高管本身就没什么价值，走了更好。这么说也对，你不打算向许诺解释许董事长的事吗？没有解释的必要，当务之急，有什么办法保住他的命？我听说陆南慈一早就组建了顶尖的医疗团队，有很大的治愈希望啊。他挺会献殷勤啊。这狗东西追女人的手段，我也很服气啊。他根本不爱许诺，当年许兆生瞧不上他，他咽不下这口气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闭嘴。对了，治愈和怀孕只能选一样。许诺他这还用选？自己的命都不要。他说要生下孩子。我找到了傅北行买通侍应生给许伯父下毒的视频，已经发给你。好。你看了之后就会明白，那种男人的孩子，你根本不值得生下来。好，我看了证据后会考虑清楚。把手机还给我！你别闹，陆南慈所谓的证据是假的。到底是谁在闹？是谁害了我爸，夺走了许氏集团？害死你爸的人不是我。不是你，是我。是我傻，非要喜欢你，缠着要嫁给你，不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能不能别激动？我还需要知道什么？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当我面做的。你就那么信陆南慈？是，他比你好1000倍、10000倍。有些事我不能跟你说，以后你会明白。别在这里假惺惺的，你还不是怕我拿了证据
去让你坐牢。来人，把许诺开关起来。你还要干什么？这个孩子不能要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孩子与你无关。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，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决定他该不该出生的是我。不要！我已经安排了医生，明天下午进行手术。不，这个孩子对我很重要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好不好？绝不可能！傅北行，你这是在要我的命！留下这个孩子，你才不能活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离开这个病房半步。傅北行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！找到视频的偷拍者了，是陆南子花钱雇的。想用一段视频就把我送进去，真是天真的。我们现在要把陆南子当天给你毒药的证据放出去了，让他先得意一会儿，能转移他的注意力也好。录音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按照徐董事长给的提示，我找人探进陆家，发现当年你父亲身边的司机现在在陆家做事儿，动静小点，接着去查。对了，柳月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派人去了国外，他所有的就诊记录都显示他没有心脏病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心脏病病历是伪造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一直在骗我？除了伪造心脏病病历，他在国外的日子过得可谓潇洒啊。什么意思？他短短3年花光了3000万。不可能，他没那么多钱。当初我破产，他说他身上积蓄就100万，而且还全部都给了我。是你母亲给的？那就更不可能了，我妈没那么多钱。是许诺。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啊。我知道了，明天务必盯好他的手术，不许出现任何问题。副总，夫人被陆少带走了。什么？一群贩毒！赶紧找人抢回来！谢谢你救了我。虽然救了你，但我赞同傅北行的意见，这个孩子不能要。你知道我的，既然我做了决定，没人能拦住。你就那么喜欢他，为了他的孩子，不惜赌上自己的生命？我对他早已死心。这个孩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希望，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。既已死心，这个孩子就更不能留下来。把许诺交出来。他喜欢我，跟我在一起，你这个前夫管不着。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，他需要立即手术，不然命都没有。现在你知道珍惜了，但你应该问下自己，还有没有资格？难道你劝得动他吗？既然我做惯了坏人，这件事只有我才能完成。好，我可以带他去医院，但手术之后，我必须带他走。许诺，你听见什么了？我这么信任你，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会跟傅北行有联系？许诺，他有我的把柄，威胁我配合。我想在生命结束的时候留下一个新的生命，为什么你们都要这么对我？留了孩子你就活不了，你多为自己想想好不好？反正都是死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在背后付出了那么多，不是为了让你去死的。你还做了哪些我不知道的事？你就当我胡说，听话。明天我带你去手术。跟我走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
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肯放过我一次？傅北行，我是个人，如果你想要我死，我可以立即去死。求求你们，别再折磨我了，行吗？许诺，你不还活着？你是想给我一个希望，然后再摧毁是吗？你们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了。是我的错，我不知道你得了那么严重的病。傅北行，我求你放过我一次，过去的种种我都不怪你，就当我上辈子欠你的。但这个孩子，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。宋浩，想尽一切办法，许诺和孩子我都要。我在国外的事儿是你告诉傅北行的吧？他冻结了我的银行卡，还把我从南木航空赶了出去。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会再管。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还想全身而退？你做梦！听说你怀了傅北行的孩子？没有。怀就怀了，就凭你这拙劣的演技，还想骗我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拿孩子绑住傅北行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！没事吧？你醒了？傅北行，我的孩子呢？宋浩已经尽全力救治了，孩子没了。我不信，怎么可能呢？你冷静一点。傅北行，我求求你，求你把孩子还给我。不该留的留不住，孩子走了，对你们俩都好。凭什么你认为我保护不了他，就擅自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？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相信我？傅北行，我恨你！恨我的前提是你得好好活着。北行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闭嘴！诋毁许诺，谎报病情，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，没想到你还死心不改。柳月推许诺的证据齐全，要递交警局吗？立刻送过去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不是我，是陆南慈，他在国外上了套，把我的钱全骗走了，逼着让我这么做的。陆南慈？是，都是他，我是被逼的。这笔账我会和他慢慢算，至于你，先进去等他吧。傅北行，你要把我送进警局，你救救我！你这没用的东西，救你只会浪费我的时间。你出尔反尔，不怕我告诉许诺？敢威胁我，你也配？要是敢多说半个字，我让你的嘴永远闭上。许诺，我已经把柳月送进了监狱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可以再信你一次，你能帮我把傅北行也送进去吗？就算你不说，下一个也会是傅北行。宝宝，我一定要让他为你赎罪。他不欠我，但他欠你太多了。许诺，这个医院不安全，等我办好转院就带你走。你不能带他走。你还想阻拦什么？他已经跟你离婚，有权选择自己的去留。你闭嘴！
你买通柳月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南慈，你跟柳月认识？别听他胡说，傅北行，你还想诬陷到我的头上？许诺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就会信吗？好，我可以信你。如果你把爸爸还有孩子还给我，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 내 맘이 그댈 부르죠 서로는 원했었던 그때의 우리가 아직 난 그리워요 사랑이었던 널 소중했어 我允许你带走他，但是必须立刻手术。癌细胞一旦扩散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的手术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，不用你操心。宋浩是国内最有名的脑科医生，手术交给他，才能确保无误。用不着，这3年来我都在为娶她为妻做准备，我为她付出了多少，你根本想象不到。我知道你在收南木航空的股份，只要你同意我的方案，我无偿转你30%。哼，30%会不会太少了？除非你拿出南木航空外加许氏集团的资产。舍不得就算了，毕竟在你心里利益最重要。成交。你最好说话算话，麻烦你尽快带着所有纸质文件来见我。傅北行，你真是个蠢货，你失去了钱，也就失去了一切。许诺还是我的。我帮你约了医生，明天我们去把脑部手术做一下。不用，我只要能撑到傅北行伏法那一天就行了。其实你的脑瘤是早期。什么？是我想骗你立刻手术编的谎话，对不起。我的病能治好？是，对付傅北行没有那么容易。等你手术完，我们再一起努力。好。许小姐，不用担心，我会治好你。谢谢医生，就算没治好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病人的信念一定要足，手术更容易成功。我已经没有产生信念的理由了。许小姐，仇恨也是一种信念。谢谢，你说的对。他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他很好。那就好。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康复环境，这段时间切忌让他情绪波动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很快离开的。你真的放心把他交给陆南慈照顾？我现在一无所有。陆南慈虽然心思歹毒，但对他会用心。希望如此。我暂时会留在医院，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谢谢。这2个字啊，我跟你打了半辈子交道，还是第一次听到。你还来干什么？你不用着急，我已经准备走了。你就不该来这里。这个医院的保安太差劲了，会让你这种穷光蛋混的。是，我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，请你照顾好他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对我指手画脚？滚！直到现在，我才意识到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既然放不下，怎么不把他追回来？还不到时候。但你再不行动，陆南慈就会把南木航空
我许氏集团的资产秘密转移到国外了。我本以为还要再等等，没想到他这么沉不住气。许诺康复得很快，也许陆南子担心节外生枝，想早点带他出国。知道了，我去找他。陈叔叔，你事情调查的怎么样？为什么陆南慈会突然得到了南木航空还有许家的所有资产？财产转让？傅北行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他费尽心机才得到这一切。一切都是陆南慈搞的诡计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骗我？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这一切，但害死你爸的人真的不是我。你觉得我还会再信你？我今天来不是和你吵架的。不，我更没有心思和你吵。这3年，我早吵够了。我带你去见个人，到时候你要杀要我，都随便你。爸，许诺，爸，事情突然出了点变故，我只能带他来见你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计划涉及傅家、陆家和许家，10多年前的恩怨，很危险。陆家，陆南慈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既然如此，爸爸就讲给你听。说吧，什么合作？陆南慈让我在你生日宴上下毒，我应下了。你的计划是什么？陆南慈狂妄自大，一旦消失，他会放松警惕，露出他真实的意图。好，你不怕我真害你？在你跟陆南慈之间，我更愿意相信你。原来生日宴上您中毒是假的。是，我还活着的事，不要和陆南慈讲。现在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那些你都不用管，我和北行都在查。你呀，只要保护好自己就好。现在我在你心里的信任会不会多一点？你不要以为我爸没事，你曾经对我的伤害就能消失殆尽。对不起。这3年，要是你肯听我一句道歉或是解释，我们又怎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我们之间早就已经回不去，就算没有我爸的死，那我的孩子呢？要不是柳月，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没了？孩子的事是个意外，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手术，要救你一个孩子。你别再找借口了，听着都令人恶心。对不起，我必须要回到陆南慈身边，这样才能拿到他的犯罪证据。监控查到是傅北行把你绑走的，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没有。那你们去哪儿了？他想找我复合，我拒绝了。那就好。许诺，我这一生活得坦荡，唯一后悔的就是3年前没有阻止你嫁给傅北行。这一刻，我等了太久。许诺，嫁给我吧。好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你竟然是想害我爸的凶手。
听说你答应了陆南慈的求婚。我们已经离婚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你无权过问。我以为你父亲告诉你事情的原委，你明知道他的目的不纯，还要往火坑里跳。是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但他对我很好，不会伤害我。你已经这么讨厌我，这个家你坚持了这么久，你真的打算放弃了？我应该说，早就放弃了。许诺，你不用走，这套房子原本就是许家的产业，我已经收了回来。你真的要对我赶尽杀绝？是，我作为许氏集团的董事长，郑重通知你，以后这套别墅，傅北行和狗不许入内。陆南慈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现在一切都是我的，还不快滚！许诺，我会把这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。3天后，你一定会是我最美、最幸福的新娘。3天后就要举办婚礼吗？你不愿意？不是，这事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。我已经一刻都不想多等了，这天我已经等了太久。陆南慈已经发布了婚讯，3天后就会娶许诺。许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？陆南慈给我毒药的视频我已经发给媒体，在婚礼上我会直接戳穿他。靠这一点还不足以扳倒他。他偷偷变卖南木航空和许氏集团的资产，将资产非法转移到国外的证据，整个证据链非常重组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我没看错人。陆南慈太心急，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其实漏洞百出。心术不正，失败是迟早的。那场婚礼，还望您和我一同出席。您的出现是击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行，按照你的计划来吧。但你记住，许诺不受伤是我的底线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许诺。对不起，宋医生。许小姐，柳月的起诉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医生，你救了我，我很信任您，希望您坦诚告知。其实我不只是一名脑科医生，跟傅少还是很多年的朋友。那我的脑瘤手术，你猜的没错，是傅少安排的。可陆南慈说是他。傅少为你做了很多事，但他不想让你知道，说那是他该有的赎罪。他也是因为我才起诉的柳月。因为柳月生了孩子，傅少当时让我准备手术，他说大人孩子他都要。可惜柳月难道不是他故意安排来伤害孩子的？指使柳月的其实是陆南慈，他不想让你生下傅少的孩子。柳月和陆南慈从回国后就有勾结，让你和傅少感情决裂的罪魁祸首不是柳月，是陆南慈在背后作祟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宋医生。希望我做的这些能帮到你们吧。只是你们之间裂痕这么大，又怎么可能轻易修复呢？这涉及到暗箱交易，光凭这份文件
就可以把他送进监狱了。许诺，你在干嘛？我刚在书房打扫卫生，发现你送我的订婚戒指不见了。家里的事情交给保姆做，戒指没了，我再给你买一个就是。不行，那可是你送我的订婚戒指。我找到了。你的温柔到底是真的，还只是你伪装的面具？今天有个晚宴，你陪我一起去，我介绍你给大家认识。南子，不行，你没人要了，只有我肯要你，为什么还抵触我？我的身体还没好。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我知道你是无心的。你在今天的晚宴上说3天后就跟许诺举行婚礼。是，我早已经向他求婚。逆子，你同时得罪了许家和傅家，把陆家置于危险的境地，你不好生处理，还在女人身上浪费时间。哼，许兆生已死，傅北行一无所有，他们还有什么翻盘的机会？你这种目中无人的个性，迟早害死你。你从小就瞧不上我，但现在整个陆家最有能力的是我。冥顽不灵。总之，许诺不能进我们陆家的门。我没有在征求你的意见，许诺我一定要娶。陆总，股东似乎知道你要变卖许氏集团，在公司闹起来了。我马上过来处理一群蝼蚁，我看他们怎么翻天。这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秘密？南雾航空资金链短缺的事是你做的？是我，老傅，对不起。你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？你老婆跟我有私情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我怀恨在心，我不得不先下手为强。我老婆不是那种人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哼，是吗？本来想在你死前给你戴顶绿帽子，识破了也无伤大雅。现在你可以去死吧！原来傅北行的父亲不是自杀，而是被别人杀害的。这是我从陆南祠书房找到的。这里面除了你父亲的声音，另一个声音是陆明，也就是陆南祠的父亲。陆南祠也给我听过，只不过他把自己父亲的声音换成了您的。这个阴险小人想利用伪造的录音害死我，陆家没一个好东西。还好北行没信，不然……我妈是什么人，我比谁都清楚，所以我根本就不信这段录音是真的。现在真相大白，也算是给你死去的父亲一个交代。许诺，谢谢你。傅北行，你一定要为爸妈还有我们的孩子报仇。顾董，许氏集团现在我才是董事长，你可以留下股份，退出董事会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许董事长活着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对我的。那我留下股份，你想把公司卖过干净是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陆总好大的威风，但你这么开公司，10个公司都不够你玩的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保安部，你们怎么做事的？董事长，您还活着？董事长，您还活着？
不可能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没死，你很失望。董事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南慈在我生日宴上下毒害我，是我女婿傅北行救了我。你的酒是傅北行给的，你的公司也是他抢走被我夺回来的，你可别错怪好人。你陆家早有害人谋财的前科，你这样做不奇怪。一派胡言！陆总，就不需要我再放一遍了吧？你从哪里拿到的？你说呢？是许诺，这个臭女人竟然背叛我！她从来就跟你没关系，还什么背叛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却为了傅北行背叛我。你要是真的爱我，就不会伤我爸，害我的孩子。你爸该死！要不是他阻拦，3年前和你结婚的人是我，而不是傅北行。傅北行，你别忘了，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。那又如何？有我在，她不可能嫁给你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阻止。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先回家收拾你闯下的烂摊子吧。陆总，警察上门带走了陆董事长，公司现在乱成一团了。傅北行，你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我先去找我爸爸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们能不能重新来过？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早就已经回不去了。结婚戒指没丢呢，少管闲事。是，现在陆氏集团爆出丑闻，公司大乱，你还不趁机捞点好处？没兴趣。你这心不在焉的，是在想许诺吧？管好你自己，再多嘴，我把你送回家相亲。好吧，那你应该也不建议许诺去找陆南慈了吧？怎么不早说？陆氏破产了，这里面是1000万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我不是傅北行，就算破产，也不需要你的钱。你最终还是选择占了傅北行。你不该伤害我的亲人。如果和你联姻的人是我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一样吗？3年前，我和傅北行的联姻是我向我爸求来的，而答应的求婚，也只是想找到他父亲去世的真相。这些年，你真的从未有一刻喜欢过我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哥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。等我做什么？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喜欢过陆南子，你喜欢的人是我。对不起，我早就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不会那么轻易放手。虽然这一切都是陆南慈推波助澜，但是你对我的那些伤害都是真的。是，所以我一直在向你认错。先回南梦航空上班吧，你最喜欢的不是飞行吗？我明天要趟航班飞马尔代夫，你来做我的副机长吧。北行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同飞。
恭喜你通过考核，进入我的机组。北行，以后你的副机长都只能是我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会来，一直在等你。走吧，我的副机长。刚下飞机的时候，爸让我一回来就去书房找他。你别乱喊，谁是你爸？本来就是我爸，还不让我礼貌一下了？你以前可都叫徐董事。你们家户口本在哪？一会儿去偷出来。干什么？明天就去复婚。你对许诺这次到底是什么态度？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我是真心喜欢他。既如此，只要你能过许诺这一关，我便将许氏集团交给你。我更建议你把这个位置交给许诺，其实他能力很强。你就对权力一点兴趣都没有？对现在的我来说，任何的权力和财富都比不上许诺珍贵。希望你是真的想明白了。许诺这些年为了我受了很多的苦，以后我只想好好陪着他。陆明入狱，陆氏集团虽已落魄，但陆家不缺人脉。不久，陆氏集团会卷土重来，你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就算再来一次，他也一定会输。我暂且再相信你一次，要是你再伤害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绝不会。怎么这么早？还是和以前一样赖床。你说什么？和以前一样可爱。你做的？很意外，以前没见过。以后家务活都交给我。许诺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我还没想好。那就慢慢想。你不生气？不会。吃完饭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南宝航空的公务就麻烦许大小姐全权处理了。你不是让我回来当副机长的吗？怎么还要干这些事啊？你从小喜欢管理，当初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改学飞行专业。以后南宝航空是你的，我老老实实当机长。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？如果破产了，我就厚着脸皮去找老丈人借钱，像3年前一样东山再起。你可真不把公司当回事，以前不这样的。以前我就是太当回事了。其实没有你和许家在背后默默支持，凭我一人之力根本不可能让南木航空重新崛起。你现在真这么想？其实我以前也这么想，只不过以前我只感觉耻辱，现在却觉得很幸福。这工作狂听起来比我还不行。别看了，再熬下去身体要受不了了。不行，还有一点，项目部等着文件，明天要签约。我帮你骗，你去休息。真的？嗯。
宋浩和将来3天后结婚，你记得留出时间。你到底想好复婚没啊？我是一刻都等不了了。你要结婚？和谁呀？宋医生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外出旅游受了伤，是宋医生救的我，我觉得他人不错，就当对了。真好，你们一定要幸福。你快来，我还在等你做我的伴娘呢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幸福，我应该再给我和傅北行一次机会吗？许诺，陆南辞，你也是来参加将来的婚礼吗？不是，我是来和你道别的。你要去哪？我要出国了，你借给我的钱，等我变卖完国外的资产，再连本带息还给你。不着急，你不用有压力。我就给傅北行这一次机会，要是他再敢欺负你，说什么我都要把你带走。他对我很好，不会像以前那样了。那就好，许诺，你一定要幸福。你也是。喂，你人呢？这么一整天都没有出现，不怕我跟别人跑啦？你要是敢走，天涯海角，我要把你绑回来。哪里来的自信？你赶紧来东篱公园，我们都在等你。什么人啊，也不来接我。喂，将来，不是说你结婚吗？怎么现场一个人都没有？因为有些人等不及想插队呀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以为这一生很长，有大把的时间等你原谅我。可我发现我后悔了，我现在就想跟你在一起。许诺，嫁给我吧。好。我和徐机长复婚了，明天请大家吃喜糖。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。怎么，回过神来后悔了？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计划的这么好，就没想过我要是不同意你怎么办？那就再求一次呗。